心灵暖流，5个迹象表示你真的想太多了。有时候，我们总是会陷入过度思考的陷阱中，不管是生活中的小事，还是重要的决策，我们都倾向于想太多。这种过度思考不仅消耗我们的精力，还可能让我们对现实产生错误的认知。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5个迹象，这些迹象表明你真的想太多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请记得帮忙订阅、按赞及分享，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谢谢。常将任何事看作威胁。当我们想太多时，我们往往会倾向将任何事情都视为威胁，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的琐碎问题，还是生活中的挑战，我们总是过度解读并赋予它们威胁性。这种思维模式使我们陷入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中，使我们难以放松和享受当下。我们对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感到恐惧，担心事情会失控或带来不好的后果。例如，当一位朋友没有立即回复我们的信息时，我们可能会开始担心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产生了变化，或者我们可能会误解某人的无意言论对自己的贬低。这种过度解读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使我们常常处于高度戒备和不信任的状态。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世界并非总是充满着威胁。事实上，大部分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威胁，只是我们内心恐惧的投射而已。适度的谨慎和警觉是正常的，但当我们把每件事都视为威胁时，我们只会让自己处于无尽的压力和焦虑之中。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将事情看作威胁时，可以问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情况真的那么严重吗？也许我们只是过度反应了，或者我们可以尝试将焦点转移到积极的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举个例子，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工作上的挑战，而你把它看作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你可以尝试转变思维，看到它为你提供的机会和成长。你可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寻求他人的帮助，或者提升自己的能力来应对这个挑战。这样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过度担忧和恐惧，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难入睡。睡眠问题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而当我们想太多时，入睡可能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的大脑在夜晚往往处于过度活跃的状态，无法停止思绪的涌现，导致我们无法放松身心，进入深度睡眠。当我们把担忧和烦恼带入床上时，它们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盘旋，不断干扰我们的睡眠。无论是关于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是未来的担忧，这些思绪不断在我们的头脑中重播，使我们难以入睡。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入睡时的放松和休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过度思考只会加剧我们的焦虑和疲劳，进一步损害我们的睡眠品质和整体幸福感。要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平静心灵，帮助我们入睡。首先，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固定的睡觉时间和放松的睡前仪式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建立起睡眠的节奏。此外，放松技巧也是解决入睡困难的关键。深呼吸、冥想、放松伸展等身心放松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平静思绪，减轻压力和焦虑，营造一个更适合入睡的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是，避免在入睡前使用电子设备，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等。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干扰褪黑激素的分泌，抑制我们的睡眠激素，从而影响入睡。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阅读一本轻松的书籍，听轻柔的音乐或进行舒缓的伸展运动，以帮助我们进入放松状态。当我们学会放下烦恼，给予自己正确的休息和睡眠时，我们会发现入睡变得更加容易。
并且能够获得更好的睡眠品质，提升身心的健康和幸福感。3、总感到沮丧情绪。当我们感到沮丧时，生活中的每一个挫折和困难似乎都让我们感到无望和失落。沮丧情绪常常使我们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动力，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人际关系和整体的生活品质。要摆脱沮丧情绪，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调整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首先，我们要学会接受负面情绪的存在，而不是试图抵制或压抑它。沮丧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我们可以容许自己感受它，但同时也要明确意识到这种情绪不应该永远掌控我们的生活。其次，我们可以寻找和培养积极的心态和心理习惯，这包括培养感恩的心态，培养正向思考的习惯，和寻找正面的解决方案。通过关注生活中的积极和美好之处，我们可以改变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看法，从而提升自己的情绪状态。此外，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也是重要的，与亲友、同事或专业人士分享我们的感受和困扰，以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理解。他们可以给予我们鼓励和建议，帮助我们重新找回自信和勇气。同时，要学会自我关怀和照顾，给自己留出时间休息和放松，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如适度的运动、良好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这些简单的行为可以增加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态，从而减轻沮丧情绪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坚韧和积极面对困难的心态。生活中总会遇到挑战和困境，但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适应力。透过学习和成长，我们可以发展出更强大的心理抵抗力，并拥有战胜困难的能力。不要让沮丧情绪束缚你的生活，相信自己有改变和成长的能力。透过积极的思维和行动，我们可以摆脱不了沮丧情绪，重拾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4、很生气、愤愤不平。当我们经常感到愤愤不平时，这意味着我们对许多事情持有消极的态度，对周围的环境和他人抱有不满和埋怨之情。这种负面的心态不仅对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还会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整体生活品质产生不利影响。愤愤不平常常根源于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们可能对他人的行为、社会的不公平或者生活的挫折感到愤怒和不满。然而，这种心态只会让我们深陷于负面情绪之中，无法解决问题或改变现状。要摆脱愤愤不平的情绪，我们需要学会转变观念和改变自己的反应方式。首先，我们可以尝试放下过度的期望，接受现实的不完美。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和适应现实，而不是将自己困在对理想状态的渴望中。此外，培养感恩的心态也是减少愤愤不平的重要步骤。当我们怀着感恩之心，关注并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就能将注意力从不满转移到感激和正向的事物上。这种转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和机会，从而减少愤愤不平的情绪。此外，学会转移注意力也是有效的策略。当我们感到不满时，我们可以寻找分散注意力的方式，例如从事兴趣爱好、运动、阅读或与亲友交流。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转移注意力，从而减少对不满情绪的执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愤愤不平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烦恼，而不会解决问题。相反，积极正面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行动，是我们走出愤愤不平阴霾的关键。当我们学会以积极的方式应对挑战和困难时，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的变化，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5、总被罪恶感击垮。罪恶感是一种内在的负面情绪，让我们感到内疚、焦虑和不安。当我们总是被罪恶感所困扰时，
它可能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影响我们的心理和生活。首先，我们要学会检视自己的罪恶感是否合理和合理。有时候，我们可能过度自责，将自己置于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之下。我们需要明确界定自己的责任范围，并理解到有时候事情并非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控制和责任。其次，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并往前看。每个人都会犯错和犯下过错，这是人类的本性。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并寻找改变和成长的机会。原谅自己是释放罪恶感的关键，让自己能够向前迈进，拥抱新的机会和可能性。同时，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做出积极的改变。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或自己造成了伤害，我们可以主动承担责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弥补错误。这包括向他人道歉、赔偿损失或改变不良习惯。通过积极的行动，我们可以减轻罪恶感的负担，并建立更健康的关系。此外，与他人分享我们的感受和困扰是重要的。与信任的朋友、家人或专业人士交谈，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内心挣扎和罪恶感。他们可以给予我们支持、理解和建议，帮助我们走出困境，释放内心的负面情绪。最后，培养良好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接纳。我们每个人都值得爱和尊重，无论我们犯过什么错误或有过什么过失。我们应该学会珍惜自己，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样的心态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被罪恶感击垮的困境，重新建立自信和健康的心理状态。不要让罪恶感成为你生活的重担，学会原谅自己，改变和成长。每个人都值得拥有愉快和健康的心灵，走出罪恶感的阴影，迈向更加充实和积极的人生。当我们想太多时，我们常常陷入一种无尽的思绪回圈中，无法释放自己。过度思考不仅耗费我们的精力，还可能阻碍我们的成长和幸福。让我们学会放下不必要的担忧和烦恼，专注于当下的美好和真实的需求。让我们放松心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用正向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挑战。谢谢观看，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